很多人关节痛就以为关节坏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节痛的真相是什么。我今年马上满69岁了。我在14岁的时候被诊断有风湿性的关节炎的，当时的医学知识当然比较有限，他们认为我大概到了40岁的时候关节会有严重的退化，然后呢我生活是无法自理的。这个关节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的。后来我发现我当时的情况未必是真正的关节炎。现在我的关节什么状态呢？大多数95%以上的时间呢，我的关节都舒舒服服的，没有痛，没有肿，没有红。如果说我昨天夜里睡眠质量很差，我早上睡醒觉的时候关节会不舒服，醒来以后活动个1-2个小时之后它们就会消失。如果说我做了重量训练，尤其是下肢大重量做深蹲这些东西的话，我第二天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膝盖痛，休息个3天以后这种疼痛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叫不叫关节炎呢？各位，这个不是关节炎我们来看一看关节痛的底层逻辑因为我从小就被认定是关节炎的，现在我根本就知道我不是关节炎，这些东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关节不好就会怀疑是关节磨坏了。我右边膝盖的关节在10几年以前去拍片的时候，关节科的医生就告诉我了，骨关节炎了，它磨损了。到现在前一段时间我膝盖不舒服，我回去再看同样科室的医生的时候，他说不用再看了，你这就是骨关节炎退化了。我说那是不是就要换关节了？他说那也还没到这个程度，他要不然我就给你开一点止痛药我说我肾脏不好，不能吃止痛药。他那要不然你就把它保温保护好嘛，就这样了。各位，我告诉你们我的膝盖关节并不是时时刻刻困扰我的。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痛，其实我们身体是可以修复的。关节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的。从小我们被灌输的第一种观念就是关节是一个机械的结构，它用久了就会磨损，磨损了以后就修不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我们的关节从来都不是一个硬邦邦死的没有生命的零件，不是的。我们关节的里面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组织系统的，它里面有软骨细胞，有滑膜，有韧带，有结缔组织，微血管，还有神经。这些组织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一些事情的，受损了它就修复，修复完了以后更新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用不用你的关节，是你用完了以后你的身体能不能够把它修好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反直觉的现象，有一些人照了片子以后发现他的关节似乎很严重，可是他疼痛并不强烈，不怎么痛的。可是有一些人照了片子以后看起来都很正常，每天都在叫痛，早上很僵很硬，然后关节怕冷又会怕累，说明什么呢？我跟你们说，疼痛跟结构损坏的程度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疼痛更像是一个信号，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当疼痛出现的时候，大概炎症信号是升高的，修复速度是下降的，神经变得更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拍片不一定拍出来了，可是你的身体呢已经开始给你报警了。所以呢，关节痛其实本质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修复失败了，因为关节每天都受伤的，你只要走路上下楼梯蹲起了提重物了小跑步了，都会对关节造成微小的损伤。正常的情况下，白天损伤晚上修复，第二天早上就全部还原了。可是如果你的身体长期都在能量不足、慢性炎症、修复条件不完整的环境里面，那结果就只剩下一个了，修复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损伤的速度。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早上出现晨僵，你会发现活动了一会儿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呢比较疲倦了它就会痛，天气变了就会不舒服，这个其实就是修复系统跟不上了嘛。所以很多人下意识的会问，是不是关节退化了，是不是骨头不行了？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看的，真正变坏的往往不是结构，是修复的环境就是炎症信号一直在，然后呢修复指令呢一直出不去，那关节就会进入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呢。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这个事情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的。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免疫系统主要是为了短期的征战而存在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只擅长于快速的识别敌人，快速的清除，然后快速的结束的。可是如果炎症变成了长期低度持续存在，叫做所谓的慢性炎症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慢慢就会失去方向的。失去方向以后，最容易波及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结缔组织我们关节的结缔组织是最多的了。为什么结缔组织最容易被识别，最容易被攻击？因为结缔组织更新的很慢，暴露时间很长，在炎症的环境底下比较容易发生结构的改变所以关节啦、筋膜啦、韧带啦就会成为最早
被我们免疫系统误伤的区域之一啊。你会看到关节痛很多时候是这种现象外在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头来看一个现象，就是止痛药吃了有用，可是越来越没有用，停了以后呢就复发。其实原因很简单的，止痛压的是信号，不是解决问题本身的。当炎症的背景跟修复的条件甚至于免疫的方向都没有被纠正，疼痛就只能够反复出现了。所以到底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把身体的修复环境拖垮的？代谢咯。要谈到代谢，永远离不开胰岛素这个词啊。如果你把胰岛素只把它理解为降血糖的东西的话，完完全全低估了它了哈。胰岛素本质上呢是一个储存的指令，它就是一个合成的激素。胰岛素升高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进入一种模式，第一，把能量存起来；第二个呢，把生长的信号打开；第三个，把清理、修复、回收这几样工作呢往后面去放，排到后面去了。短期问题不大的，长期会出毛病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吃的频繁、血糖波动大、胰岛素反复升高，身体不是马上就会坏，可是呢，它会进入一种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在内部呢，慢慢在失去平衡，炎症的信号就长期存在了，然后抗炎和修复的信号呢就会被压制，线粒体效率下降，身体呢就好像一直在准备打仗，可是那个战争呢永远打不完。各位，我14岁，我的关节就进入这种状态了。我14岁的时候一点都不胖啊，可是我的关节先来的，然后呢，我体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各位现在才明白，这一切包装在一起的完美风暴啊！所以有一个很关键的关键点，我们把它讲清楚的。慢性炎症它不是一个很剧烈的破坏，它是长期的在消耗的，一点一点的消耗修复所需要的能量，干扰组织更新的节律，让身体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修复模式。结果呢，就是身体还在运转，可是呢，已经没有余力来修细节了，而关节正好就是细节最多的地方啊。为什么不是肝先出问题？为什么不是心脏先出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关节？因为我们身体在资源分配里面，关节的优先级别是很低的。心脏、脑必须随时保证的，肝脏必须随时解毒的，关节的健康它的优先级别是比较低的。你看很多人各种不舒服，有什么现象从关节上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久而久之，微损伤开始累积了，那疼痛呢到后来就开始出现了。那说到这里，关节痛我们真正从哪里入手去改善呢？不是针对关节了，要针对我们的修复能力啊。任何修复都需要克服一件事情啊，慢性炎症啊，把自己身体的代谢健康先处理好，血糖让它稳定下来，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胰岛素才会稳定下来。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重中之重，你把这件事情先管理好。我在9年以前呢开始改变饮食，我改变饮食之后，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关节的。我原来一直关节会发作，有的时候我的关节炎发作的时候要痛1个礼拜，痛8天，痛10天，然后它慢慢退去的。我改变饮食以后，让我最明显感觉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我每一次发作的时间慢慢在缩短，然后第二个呢，我发现我关节炎发作的频次在减少，我的关节明显的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我曾经在我体重减掉70斤的时候，开始学人家去爬山了。我第一次费了9牛2虎之力爬到了山顶，下来了以后，我2个膝盖关节炎就急性发作了。我不吃药的哈，我不吃药，因为那个药伤肾，我就忍着痛的，痛了整8天了。好了以后，再过了2天，我就去爬同一座山，同样的强度。这一次爬下来了以后呢，我关节炎依然发作了，可是呢，4天以后它就恢复了。再过了2天以后，我又去爬同样一座山，下来了以后，我膝盖又发作了，这一次2天就好了。再休息了几天以后，再去爬同样一座山，我的膝盖就没有再痛过了。只有我再去挑战强度更高的徒步路线，我关节炎还会发作，可是再发作2天3天，它就自己会好。然后我再去同样的路线，基本上它就不会发作了。慢慢的，我就学会这个道理了。我要给它时间修复的，我永远不去挑战它也是不对的。但是呢，你挑战它，你要给它时间修复，你要吃正确的饮食，你要给它创造修复的环境。当时我的饮食已经吃得非常合乎我自己代谢健康的标准了，所以我自己的关节炎在这种环境里面就一直维持到今天。所以我今天如果我夜里头睡觉睡不好，第2天我关节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如果我工作压力太大，关节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其他时候它完全不困扰我了。所以修复呢，不是刺激，你是给他一个条件去修复，修复好了以后，你去锻炼，锻炼完了以后，你再来休息，让它修复，
这样子反复去做。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复你的代谢健康，改变你的饮食，带上一个动态血糖仪，因为你肉眼可以看得见你调整的好不好。这24小时的这条线，如果是这样子在波动的，那就是你做的不对，因为血糖这样的波动，后面胰岛素的反应是大的，你饮食要调整，生活方式要调整。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身体调整过来，让身体可以燃烧脂肪，我们身体对葡萄糖的依赖就下降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糖呢就很容易达到平稳了，对胰岛素的依赖就下降了，这整个代谢环境呢就越改越健康，越改越健康。有了这个好的条件了以后，你开始做一点运动，给它一点点的挑战，然后好好的修复，给它配合好的营养，这样子你的关节呢日复一日的慢慢的修复，你也有可能跟我一样可以享受一个没有疼痛的关节啊。谢谢大家。